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几十上百亿光年外的星系，为什么却看不到近处一个星球的表面？你可能在很多新闻里听过这样的话：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又捕捉到了130亿光年外宇宙大爆炸初期的星系图像，听着特别高大上，对吧？但如果你接着问，那它能看清离我们最近的比邻星上有没有外星人盖的房子吗？又或者，最近那位神秘的星际访客3I Atlas 都到家门口了，有没有看清楚它到底是彗星还是外星探测器呢？很遗憾，天文学家可能会尴尬地咳嗽一声，然后告诉你，别说房子了，连那颗星球长什么样，我们都只能靠猜，更别提擦肩而过的星际访客3I Atlas 了。至今我们也没能得到一张它的清晰照片。这事儿听着是不是挺荒唐？就像你能一眼认出几公里外的一座摩天大楼，却怎么也看不清自己手掌心里的一个细菌。难道天文学家的望远镜都是远视眼？还是说这背后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宇宙潜规则？先问大家，你觉得如果我们要看清4.2光年外，也就是离我们最近的系外行星比邻星 B 上一个直径100公里的物体，大概就是一个中型城市的大小，我们需要多大的望远镜？你现在心里想个答案，我们待会儿揭晓这个让你怀疑人生的数字。其实啊，能不能看到星球表面这件事儿，本身就定义的挺模糊。如果你指的是看到一个圆滚滚的球体轮廓，那早在400多年前，伽利略老爷子就用简陋的望远镜帮我们看到了月球环形山和木星卫星。但如果你说的是看清表面细节，比如火星车或者木星大红斑里的一朵云彩，那难度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硬核概念——视角。我们人眼能分辨物体的极限大约是1角分1度的1/60，这就像在25厘米距离看两个相距0.73毫米的小点，再远一点就糊成一片。这是人类视觉的极限。那星系呢？为什么100亿光年外的星系我们能看清？别看它们动不动就离我们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百亿光年，但人家胜在个头大呀。就拿我们的邻居仙女座星系来说，它距离我们254万光年，直径足足有22万光年。在我们的夜空中，仙女座星系的视角宽度其实达到了3度，是满月直径的6倍。所以只要天气够好，肉眼就能看到它那团朦朦胧胧的光影。看清星系并不是因为它离得近，而是因为它在天空中占据的地盘足够大。可星球呢？即便是我们太阳系里的大块头木星，它在冲日离地球最近时的视角也只有50角秒左右，连1角分都不到。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望远镜放大，木星在人眼里永远只是一个明亮的亮点。现在我们把木星挪到4.2光年外的比邻星系，它的视角会缩减到万分之几角秒。在任何单体望远镜里，它都只是一个无论你怎么放大，都永远只是一个亮点的像素点。这就是天文学家最头疼的物理定律——瑞利判据。简单来说，光的波动性决定了任何望远镜在成像时都会产生衍射。一个点光源经过望远镜后，会变成一个模糊的圆斑，叫艾里斑。如果两个目标靠得太近，它们的艾里斑就会重叠，你就分不清那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了。要缩小艾里斑，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大望远镜的口径，口径越大，分辨率越高。回到刚才我问的问题，如果要观测4.2光年外比邻星 B 表面上一个直径100公里的物体，我们需要多大的望远镜？答案是242公里。没错，不是242米，是242公里。这相当于要把整个海南岛全部做成一面完美的光滑的反射镜。这在工程学上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要知道，目前人类制造过的最大的单块玻璃镜片直径也才8.4米。所以看到这里你大概明白了，不是望远镜不给力，实在是宇宙的尺度太耍流氓了。不过天文学家可不是那么容易认输的。既然单体望远镜做不到几百公里大，那我们能不能用别的办法凑出一个超级视力来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现在的科技狠活了。我们现在地面上最牛的工程叫极大望远镜 ELT， 是欧洲南方天文台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建的。
这个巨无霸的主镜直径达到了39米，极光面积惊人。就在2025年1月 ，ELT 的穹顶框架已经正式完工，预计2028年左右出光，2029年到2030年正式投入科学观测。那这个大家伙能不能看清系外行星的表面呢？说实话，还是悬。即便强如 ELT， 它的分辨率也只能把系外行星拍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光点。但它的牛气之处在于，它能把行星发出的微弱光芒从母恒星的耀眼光辉中剥离出来。通过分析这些光点的光谱，我们就能知道那颗行星的大气里有没有氧气、甲烷，甚至有没有像二氧化氮这样的工业废气。这就像是，虽然我看不清你的脸，但我能闻到你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从而判断你是不是刚从某个派对上回来。除了这些地面的巨兽，我们在天上还有一位百亿大拿——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 JWST。JWST 在最近几年立了不少大功，虽然它也无法直接解析出系外行星的地表细节，但它在直接成像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比如它最近对 HR8799 系统的观测，直接拍到了4颗巨大的行星。虽然在照片里它们只是几个模模糊糊的亮点，但那可是人类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捕捉到属于行星自己的热辐射。更有意思的是 ，JWST 利用它的 MIRI 中红外仪器，对一颗叫 WASP-17的系外行星进行了长达10小时的持续观测。通过光谱分析，在它的云层里发现了微小的石英晶体。想象一下，在几百光年外的一个星球上，正下着一场玻璃雨。我们虽然看不见雨滴，但我们通过光的密码，读出了那个世界的荒凉与壮阔。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既然看远处的星球那么难，那看我们太阳系的星球，是不是就能像看自家后院一样清楚了？确实，离得近就是正义。就在2026年初，我们的 Solar Orbiter 太阳轨道飞行器在距离太阳只有7500万公里的地方，传回了史上最高分辨率的太阳表面全景图。这画面简直震撼到让人失语。你能看到太阳表面像翻滚的熔岩火海一样的米粒组织，每一个米粒其实都有一个省那么大。你还能看到太阳黑子内部那些复杂的纤维结构，就像是宇宙张开了一只深邃眼眸。还有我们的老熟人参宿4，这颗位于猎户座肩膀上的红超巨星，因为个头实在太大，直径是太阳的近1000倍，距离又相对较近，约640光年。它成了极少数能被我们直接拍出圆面的恒星。2025年7月，天文学家利用北双子望远镜和 VLTI 干涉仪，不仅拍到了参宿4表面巨大的热斑，还确认了它身边跟着一个小跟班，一颗被昵称为 Battle Buddy 的伴星。这颗伴星的发现，终于解释了为什么参宿4的亮度总是像心跳一样忽明忽暗。所以，你看，天文学家并不是完全看不清星球表面，我们只是在和距离玩一场极限拉扯。那么，为什么我们能看到100亿光年外的星系，却看不到哪怕1光年外的星球表面呢？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能量。一个星系包含了数千亿颗恒星，它散发出的总能量是惊人的。而且，宇宙中还存在一种叫引力透镜的神奇效应。当一个遥远的星系发出的光经过中间一个巨大的星系团时，这个星系团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宇宙放大镜，把原本微弱的光线汇聚放大。我们之所以能看到130亿光年外的景象，很大程度上是借了这些天然放大镜的东光。而单个星球太小了，它的引力不足以产生明显的透镜效应，它发出的那点微弱反光，在广袤的宇宙背景中，就像是太平洋里的一盏萤火虫灯。我们再来聊聊观测的时间成本。你可能会觉得，既然光不够，我们多曝光一会儿不就行了吗？在拍遥远星系时，这招确实管用。哈勃和韦伯经常对着一片漆黑的区域，一盯就是几十甚至上百个小时。只要时间够长，光子总能慢慢积累出一张照片。但拍星球表面，这招就彻底失灵了。为什么？因为星球是会动的，它在自转，它在公转。如果你曝光时间太长，星球表面的细节就会因为运动而模糊成一片。这就像是你拍一张静止的摩天大楼，
可以曝光一整夜，但如果你想拍清楚一只高速扇动翅膀的蜂鸟，你的快门必须足够快。可系外行星的光又那么弱，快门快了拍不到，快门慢了拍不准，这就是天文学家面临的死循环。那么，难道我们这辈子就注定只能看马赛克一样的宇宙了吗？当然不是，科学家们已经在构思未来的终极方案了。其中一个方案叫光学干涉测量阵列。既然我们造不出200公里大的单体镜片，那我们就造100个亿米大的望远镜，把它们散布在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内，然后通过光纤把它们捕捉到的光信号汇聚在一起，进行相位抵消和叠加。这在无线电波段我们已经做到了，比如著名的黑洞照片，就是动用了全球8台射电望远镜，凑成了一个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但在可见光波段，光的波长太短了，对精度的要求达到了纳米级。目前我们只能在几十米的尺度上实现干涉，但随着量子通信和激光测距技术的发展，未来我们或许能在月球背面布置一个横跨几百公里的望远镜阵列。到时候别说看清比邻星壁上的城市了，我们甚至能看到那儿的季节交替，看到冰川融化，看到森林变绿。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打开我的频道，看到的不再是这种科普解说，而是来自另一个文明的实时直播，那将是怎样一种震撼？回望人类文明的历史，我们从肉眼观星到发明望远镜，再到把望远镜送入太空，每一次视野的拓展都重塑了我们的世界观。100年前，我们甚至不知道银河系之外还有星系；50年前，我们还不知道太阳系之外还有行星。而今天，我们已经给几千颗系外行星编了号，甚至开始分析它们的大气成分。虽然物理定律像一把沉重的枷锁，限制了我们的视线，但人类的智慧从来都是在枷锁中跳舞。我们之所以能看到100亿光年外的星系，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引力的肩膀上。我们之所以还没能看清星球的表面，是因为我们还在等待下一场技术的革命。聊了这么多，我们来做个总结。之所以天文学家能看到100亿光年外的星系，却看不清星球表面，核心原因有3点。第一，视角差异。星系虽然远，但个头巨大，在天空中的视角其实比很多近处行星还要大。第二，衍射极限，受限于光的波动性，望远镜口径决定了分辨率，要看清系外行星细节，需要公里级的口径。第三，能量与曝光，星系能量巨大且相对静止，可以长时间曝光，而行星太暗且一直在动，观测难度呈指数级增加。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宇宙很大，人类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们从未停步。我们下期见，拜拜。